如果我告诉你，世界黄金协会本周发了一份报告，标题就4个字：转折时刻，你会不会想知道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份报告的核心图表居然不是黄金，而是美国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飙到了相对历史均线的极端位置，标普500同时创下新高，但报告用了一个词叫集中度风险。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把整份报告读了3遍。这种风险可能会让市场对黄金作为股权对冲工具的兴趣大幅上升。我是浩哥，今天我们一起拆开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5月11日发布的这份每周市场监测报告。我会告诉你3件事：第一，为什么半导体的疯狂和黄金的未来绑在一起；第二，上周黄金为什么涨了 2.25%， 但这周一又跌回去了；第三，本周3个关键事件可能直接决定金价下一步走哪。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先看报告的核心 COTW， 也就是 Chart of the Week。 世界黄金协会把这一期的标题定为 A Seminal Moment， 翻译过来就是转折性时刻。他们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相对于它的200日均线已经涨到了一个极端的位置，同时标普500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偏斜度也达到了报告原文说的疯狂水平。 Rampant 这个词他们用得很重，结果就是标普500被这股力量推到了历史新高。但报告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半导体这个板块有2个特点，第一，波动性极高；第二，强顺周期性，也就是说它涨得快，跌得也快，而且和经济周期高度绑定。一旦发生均值回归，就是回到长期平均水平，整个大盘都会跟着震。而本周5月13号到15号，特朗普要去北京见习近平，议题里包括贸易、伊朗、AI、芯片、台湾，这相当于在一个已经绷得很紧的弦上再加一道不确定性。报告原文是这么说的：As such, USM Semiconductor stock stood relative extremes， 半导体股飙升到相对极端。Alongside strong contribution to S&P forward earnings， 加上他们对标普远期盈利的强贡献 ，has helped propel the index one rise， 把指数推到了新高。然后那句关键的话 ，This growing concentration risk could spark increased interest in oil as an equity hedge。这种日益增长的集中度风险可能会激发市场对黄金作为股权对冲工具的兴趣。我补充一个数据，是高盛在报告外的一个研究，标普500当前的市场广度是 Dealcom 泡沫以来最窄的，大约 40% 的标普500盈利增长集中在仅大约12家公司，全部围绕半导体和 AI 这一个主题。你需要知道的，当一个指数的涨幅几乎全靠10几只股票撑着，这不是牛市，这是脆弱。世界黄金协会的研究历来强调，组合里持有 5% 到 10% 的黄金可以在多10年的时间维度里显著降低组合波动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一刻提对冲2个字。你可以做的，打开浏览器搜索 World Gold Council Weekly Markets Monitor， 进入官网的 Research 板块。本期报告的第1页就是 COTW 图表，你不需要看懂所有数学，你只要看一件事， SOX 指数那根红线离200日均线那条灰线距离有多远，距离越远，回归的力量越大。这是任何一个普通投资者都能用眼睛看出来的信号。如果这段对你有启发，先停1秒，点个赞，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上周黄金到底为什么涨？上周 LBMA Gold Price PM， 也就是伦敦金下午定盘价，涨了 2.3%， 收在4741美元一盎司，年初至今的累计涨幅达到了 8.6%。 但更猛的是白银，一周涨了 6.61%， 年内涨 12.11%， 收在 80.3美元。白银比黄金更敏感，因为它既是避险品，也是工业金属， AI 和电网建设都要用它，所以行情好的时候它涨得比黄金狠。那黄金这一周为什么涨？报告原文给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传导链。
2 months in, markets are still moved by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Hopes for a truce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pull down oil, ease inflation concerns, wage yields and the dollar, and support gold. 我用中文给你拆开这一句话，因为这是整份报告里最值钱的一段逻辑。第一步，美国和伊朗有停火希望。第二步，停火预期让油价跌下去。Brent 原油上周跌了 6.4%。第三步，油价跌了，通胀预期就缓解，因为能源是通胀里最敏感的部分。第四步，通胀预期下来了，美债收益率就跟着下。10年期美债上周收在 4.35%。第五步，收益率走低，美元就承压，美元指数 DXY 上周跌到 97.9。第六步，美元一弱，黄金就涨。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避险传导链。你以后每次看到中东有事，可以直接套这条链子去推。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份报告的数据截止到5月8日周五收盘，而上周日，也就是5月10号，停火谈判出了波折，伊朗要求永久停战，油价开始反弹。到了5月11号周一，黄金已经跌回大约4695美元， Brent 原油又冲回了101美元。所以你看，整条传导链是双向的，停火希望让它涨，停火破裂让它跌。你需要知道的，别只盯着金价数字，要盯着传导链。这周的逻辑是油涨，通胀涨，收益率涨，美元涨，黄金就有压力，反过来就是支撑。你可以做的，教你一个动作，打开任何一个看盘软件，把这5个东西放在同一个屏幕上。 Brent 原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元指数 DXY， LBMA 金价， CRB 通胀预期指数。每天看一眼30秒，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个真正在看市场的人，而不是只看金价红绿的散户。这就是 WGC 报告教给我们的看市方式。接着我们看那些专业玩家这周在干什么。报告第16页有一张 COMEX 期货持仓表，这是看专业资金动向最直接的窗口。截至5月5日，管理基金的净多头仓位是 297.6 吨，周环比增加了 12.7 吨。这意味着对冲基金 CTA 这些专业玩家整体上是加仓做多黄金的。其他类别的净多头是 189.2 吨，加起来 COMEX 的总净多头大约477吨。ETF 方面，报告原文说 Global Gold ETF flows flipped positive despite continued North American outflows， 全球黄金 ETF 资金流向转正，但是北美仍然在流出。这是什么意思？欧洲和亚洲在买，北美还在卖。这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方分化是一致的。美国机构在获利了结，欧亚机构在持续配置。美元方面，报告第12页有一段技术分析，原文是这样的 The market is now capped beneath short, 减 medium and long-term averages, which have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A signs of growing downside pressure are seen starting to build again. 意思是美元指数被短、中、长3条均线一起压住，下行压力再重新积累，关键支撑位是 97.63 到 97.5。 如果跌破这个区间，美元下一波弱势就要展开，对黄金是支撑。人事面有一件大事，报告原文说 Powell termines this week, but the Fed chair will stay on board. And while the new chair, Kevin Walsh, has been more dovish lately, 鲍威尔的任期这周结束，但他还会留在董事会。新主席 Kevin Walsh 近期立场更偏鸽派。补一个背景，今年1月30号 Kevin Walsh 被提名的当天，金价从大约5600美元一路暴跌了 15%， 市场叫它 The Walsh Effect， 因为他过去以鹰派著称，但现在他实际就任时立场转为鸽派，被分析师重新定性为实用主义者。有分析师说，他可能比其他候选人更能推动 FOMC 年内降息2到3次。不过报告也提醒 Strong payrolls and inflationary concerns are hawkish for the Fed。 4月非农新增 11.5 万，超预期，失业率 4.3， 加上通胀压力，这些都是鹰派因素，降息空间是有，但窗口有限。你需要知道的，专业玩家在加仓黄金，欧亚资金在进，北美资金在出，
美元被均线压制，新美联储主席偏鸽。这些信号叠加起来，对金价的中期支撑是清晰的。你可以做的，教你看 COMX 持仓的官方渠道。CFTC 官网每周五会发布 Commitments of Traders 报告，搜索 Gold 盖 COMX， 看 Manage Money 这一行的 Net Position 数字。这个数字越大，专业多头越拥挤，越小甚至转负，往往是底部信号。这是 WGC 在第16页用的同一个数据源。最后我们看本周有哪3件事可能让金价发生跳变。第一件，特朗普减习近平北京峰会，5月13号到15号，议题贸易、伊朗、AI、芯片、台湾。当前美中贸易休战期是到2026年11月10号到期。CFR 的分析说，这场峰会上中国占上风，如果伊朗议题主导，关税和稀土的进展可能被推迟，市场避险情绪会维持。第二件，美国4月 CPI 周二公布，市场预期同比 3.7%， 前值 3.3%， 核心 CPI 预期同比 2.7%， 前值 2.6%。 如果高于预期，收益率会跳，美元会强，黄金短期承压；如果低于预期，黄金就有第二波动能。第三件，技术面。报告第6页原文 A sustained close above the 155 bill average at US 4816美元 889 average would be sent not only clear the way for a deeper recovery in the range， 只要持续收在55日均线4816美元上方，然后突破4月中旬的高点4889美元，就能为更深的反弹打开空间，并且证明1月底高点之后的回调只是长期上行趋势中的一次暂停。关键阻力4816、4889、5046，关键支撑4501、4309，也就是200日均线。年内高点是5595，年内低点是4099， 9周 RSI 是 50.96%， 基本中性，意味着上下空间都还在。你需要知道的，这一周 CPI 峰会技术阻力4816，3个变量任何一个出意外，金价都会跳。你可以做的，教你怎么自己看这份报告。第一步，进入 Gold.org World Gold Council 的官网。第二步，点 Research 找 Market Commentary 里的 Weekly Markets Monitor。第三步，重点看4个页面。第一页 COTW 图表，第6页黄金技术面，第7页主要资产周表现，第16页 COMX 持仓。掌握这4页，你就掌握了全球最权威的黄金机构每周在看什么。最后说一句， WGC 把这一期叫做转折时刻，不是因为黄金本身，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股市集中度的极端，看到了地缘政治的反复，看到了一个新美联储主席的上任。所有这些线最后都会成同一个问题，你的组合里黄金的位置够不够？如果今天这条内容对你有帮助，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下周 WGC 新一期报告出来，我第一时间继续给你拆。我是浩哥，我们下期见。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我们下期见。